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哈。那今天呢，老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2025年的流年批算的活动已经开始了。那还没报名的啊，我们下方有报名的连结，各位可以去报名。那这一次啊，老师做的是比较详细的哈，就包含的是说，老师为了让每一份流年呢、都可以是说我批算完之后不要有什么疏漏，所以说老师花了很多时间呢，写了一个小程式，就是在老师的批改完那个流年之后啊，批算完流年之后啊，他那个程式都会帮老师验算一下，我是不是还有哪一些地方没有看到？各位去知道啊，这个其实啊，上面是一张盘里面啊，我们有很多的去假设，然后很多的去套用。那很多时候啊，其实人脑啊，这是肉做的哈，有些时候你可能啊，也许大概说不定会有些遗漏的。那么老师为了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了，所以说老师就写了一个小程式，然后用一个比较，算是怎么样，比较细致的一些程式去判断了，来告诉自己，是说我这一份流年批完了，我还有什么没有讲到的地方。结果这个不写不知道，写了吓一跳，就发现老师写出来的东西啊，还是会提醒自己是说，哎，你这个健康上啊，或是哪些地方啊，你没有注意到，好，就要提醒自己来写。所以说，老师这次啊，其实为什么说这次做的比较缜密啊，就是因为老师写一个程式来辅助自己。你说它是不是 AI 嘛？它也不算是 AI，哦，它只是在检测老师哪一个重点没有去写到。那怎么判断的呢？就是上面有方程式嘛，所以我们就算一下什么东西没有出来，好，那我老师赶快就把它补回来。所以说呢，这一次好给各位出批算的流年呢，啊，通常是比较仔细的啊，比过去来讲它的精密度会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这个早点报了会比较好，现在已经12月1号了嘛，对不对？早点知道，早知好一点，好吗？那至于我们的那个新年点灯的活动啊，将在我们12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公布我们点灯的时间，那时候各位再报名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哈。我突然发现这个城市设计有点怪怪的哦，这为什么有些讯息出不来呢？各位我不晓得，我发现我的有天很多讯息是出不来的，那可能看不到各位的留言哈，因为真的是怪怪的，我真的觉得哪里怪怪，我真搞不懂为什么就觉得哪里怪怪的。明明刚刚看到有些留言了，现在都看不到了。好，那我们首先开始，我们先从乌尔局势来去看这件事情。乌尔局势啊，其实从他一开始战争，我们一直评论到现在，其实老师一直讲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基辅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所以说啊，你跟乌克兰基本上你在基辅基本上就已经到你的底线了。而对俄罗斯来讲，基辅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地位。所以说现在基辅啊，其实才是整个乌俄之战之中的核心中的核心。当然，现在台面上啊，那个彼此之间没有把基辅的这个归属啊，来把它亮到台面上来讲。但实际上，老师还是认为啊，基辅这个地方绝对是重中之重。拿下基辅，俄罗斯就大胜；没拿下基辅，俄罗斯算是中胜啊，中胜或者小胜，但是它不能算是全胜。拿下基辅才叫俄罗斯的全胜。而这次我们上周所谈到，就是说普丁的增速啊，就是他那个基因速导弹的10马赫到11马赫的这个导弹啊，它撞地的威力啊，目前来评测出来，就像那个什么彗星撞地球，应该算是陨石撞地球，不叫彗星撞地球，好，算陨石撞地球。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都想是说这个事情能不能早点结束？因为这个再不结束啊，欧洲撑不住。各位你要知道，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美国要不要继续军援乌克兰，而是你现在再不结束乌俄之战，你的欧洲经济已经没有办法再持续到第3年，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问题。这我们过去一直谈到乌俄之战，那是把欧洲的生命线活生生的把它剪成2段，让它要死生不能，要死不死，只剩下半条命在那边续命的。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说不可能，这个你只要禁止把俄罗斯彻底捏死，捏到他们自己经济崩溃，那么欧洲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毕竟自由民主的国家到现在还有人留言跟老师讲，老师你不懂那个欧洲它非常的强大，即使再下去打个10年也不怕。但是事实上来看，欧洲的确是怕了。比如说我们上周有谈到，欧洲已经有2万名的中小企业开始倒闭。2万个中小企业，你看欧洲里面，我们不要说欧洲，光德国这么样一个国家里面，2万个中小企业倒闭，你就知道它的一个经济是受到很大的影响。2万个中小企业倒闭，我们就可以看到至少有20万人会失业。我们都算是中小企业，可能一间公司可能就5个人，对不对？你2万个人的话，你可能就10万个工作机会就没有了。是不是？那你如果更多一点呢？几十万的工作机会可能就这样消失了。那为什么会消失呢？这些公司难道之前不赚钱，现在都不行下去了吗？以前没赚过钱吗？为什么现在就倒了呢？当然就是因为它的成本高过于它的利润，甚至它没有办法打平它自己的支出，公司才会倒闭嘛。各位都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在亚洲很多人都开过公司，当然开过也不代表一定赚钱嘛。
对不对？像台湾中小企业，你活过5年以上，你才叫开始挣钱啊，才是说不是挣钱了，才能说是你可以活得下去啊。下一个坎就是10年，你过10年呢，大概你这个基业可以长青了。但是在欧洲，你一直基业长青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成本垫得过高了，你的人事成本也高，因为他们通膨之前是厉害的。那么加上他们又有这个利息升息的问题，所以很多事情到他们手上就变成是说，我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个公司的运作，我就算再想要去坚持下去也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必须让他们的机器受到很大的损伤，也包含我们上周的补课内容说到了 BBA 啊，宾士、BMW 跟奥迪，他们基本上最惨的都已经达到9折的净利润。这些东西其实都跟乌俄之战是直接的关系，好，这不是间接，它是直接的关系。因为你的能源没办法去维持住的时候，你生产成本大幅垫高，你拿什么去跟中国人拼嘛？那个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它是直接的导致的成果之一。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做这些机车的汽车这些中型工业或重型工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大量的电能或者是能源来去融化你这些金属。那么工业电力本来就是工业之本啊，它不是算之母，算之本，它那个本就是需要我用电力来去做。那么德国它本身就是已经没有核能了，因为它弃用核能嘛。我们伟大的梅克尔他就说不要核能了，对不对？全部跟别人买电。那你跟法国买，法国自己也不够啊，是不是？它75%自产自销的核电是没错，但是它还有25%啊，你不能全部都卖给你，他们自己也要生活啊。那么欧洲其他国家呢，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你就必须要去透过能源的正常化。那你加上你的一个经贸之间的正常化，你的优势才能够维持下去。毕竟欧洲它毕竟是一个很强大的科技跟工业的技术当核心，虽然进步很慢，但是呢，至少他们也维持过领先。以现在的基础上去叠床架屋，基本上他们是可以在中心的。但是现在中心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北溪的管线的问题啊，现在出来了。我们之前就猜说，在这十之八九美国人搞的，你说有一个人自首出来，那是别人搞的，当时老师跟我讲了，我不信。那现在是显示出来那个根本就是美国人去炸的。那么你炸了之后，你现在怎么办呢？你欧洲已经无以为继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当然就把希望就放到川普身上，因为我们的伟大的特朗普大帝啊，他说过，他只要当选的那一天就可以结束乌俄之战。结束了没？当然他当选已经很久了，对不对？当然还是没有结束。所以说啊，他现在换一个讲法，就什么呢？哦，他的团队开始说明，明年1月就可以开始解决乌俄之战。啊，没有人怀疑，包含泽伦斯基啊，这是川普他自己的想法。但是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可以谈判结束呢？那就是两回事，然后是两回事的。因为你首先你要先撑过12月，你12月撑过了，你再跟我讲1月你还可以跟人家去谈。因为现在的战事是对乌克兰是极端不利，对俄罗斯极端有利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泽伦斯基啊，他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不利呢？因为不是说你拜登不给他钱啊，给他钱也没用。因为现在泽伦斯基啊，他去曝光一个所谓的停火条件啊，就是现有的领土或北约保护就可以先结束热战，意思就是说，哦，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不用继续的热兵器的或短兵相接。那这个状况之下，哦，那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做北约保护状况之下，那你是不是等于加入北约呢？那泽连斯基那边也释出来一个消息，就是说也没有关系。我说的保护就是说，你们来保护我的安全，但是土地啊，我可以跟乌克兰剩下的土地啊，我可以不用划入北约的范围之内。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如同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件事什么呢？我们之前呢，在这一年来讲，我们所有的乌俄之战的评估都是一样的，就什么呢？它一定得要割地赔款，那个没有办法变成你的代管区。各位跟老师直播久都应该知道，老师一直以来的预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俄罗斯打在哪里，哪里就是它的领土。那你不承认可以，但是呢，就变成像之前的那个他们占领的土地是一样的，就变成它的代管区克里米亚，对不对？我不承认，但是我也管不着。对不对？我也管不着，就像什么台湾一样，对不对？中国大陆说我是你的，不行，你管不着，你管不着啊，你管不了我啊，对不对？那只当然是暂时放在那边不动，那有时间再去解决。那这个状况能不能被俄罗斯所接受？那这还是一个问号啊，这还是一个问号的事情。所以说，美国官员他们现在传出一个消息是什么了啊？这个消息不算是一个很实质的消息啊，就是说他是要归还当时在乌克兰所得到的核武哦，让乌克兰也有核武的力量。
那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的。为什么？因为核武一旦是说要给乌克兰去武装的时候，那么你家的10马赫的这个增速的这个导弹，它直接到你家里面去 say hello 了，对不对？我们中国说它有东风快递，那么那个俄罗斯它也有针锋快递啊，对不对？直接给你送过去，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啊，在那个卫报啊，英国卫报里面就有讲过，普丁在11月28号威胁用真果树来攻打基辅，他夸口的杀伤力堪比核打击跟陨石撞地。那后面那个的确是大家所公认的，它的力量的确是可以陨石撞地。那么它是不是可以做成核打击啊？杀伤力可比核打击，但是它不是核打击，因为核打击它有核污染嘛。但实际上来看呢，它这个对它的影响，它也不是开玩笑的。这个的确是有一个很实质、很稳定的一个影响，就对他们来讲是造成了乌克兰现在绝对不利的一个状态。所以泽连斯基啊，他希望是说能够跟川普合作，来得到最大的一个支持者。这个东西啊，就靠台湾的一句俗语叫什么呢？叫做请鬼抓药单。请鬼抓药单就是你稳没命的啦。啊，这个台湾的一个俚语或歇后语哦。这请鬼抓药单，你是稳没命的，因为他就是要牺牲你的人，然后你去找牺牲你的人去谈，哎，你可不可以救我？那有什么必要呢？对不对？两个人打官司，你求原告是说你救我吧，你要他告你的人，那你他妈救个毛啊，是不是？那不可能的，没办法。所以说啊，现在打仗太花钱，说乌克兰他们现在实施暂时的加税，哦，那照各种税都要去征收，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买一些军备，或是措施怎么样，贪污也好，做什么都好，赶快捞钱了。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之前的至少半年以前，我们在直播里面所谈过的大清朝末年的万万税是怎么来的？大清朝在雍正、乾隆时间，你可能税入才2-3千万两白银，但是你到了大清末期，你的税收可以到达上亿两白银，上亿两白银啊！连和珅听到都要吓到吃手手了。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当然不离开的就是他们有通货膨胀，这个是确实的，因为你港口被打开了，是不是？那当然你的生意就活络了，活络了之后，那你通膨就会起来了，加上你还有鸦片战争，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大清朝在末年的时候进行的万万税，什么割头税啊、妓女税啊，各种税都产生出来了。所以到万万税的状况之下，也就加剧了大清朝的百姓离心离德。所以说孙文嘛，他才能够成功嘛，对不对？孙文成功当然也是应感谢袁世凯了，但是人家能够起事，能够号召的一些有志之士，是不是？当然就跟他们百姓没有向心力是有关系的。百姓为什么没向心力？因为你政府不让我活了，我怎么会有向心力呢？我们反过去看元朝的时候，那当然也是怎么样，百姓他被苛捐杂税，被蒙古人苛捐杂税弄到什么？弄到朱元璋的死老母跟死老父啊，两个父母都死掉了，那他才被逼得去造反。对不对？换到明朝，为什么是说他一样被推翻的很快呢？或者被太平天国被那个什么洪秀那什么叫什么名字？突然忘记了。被他推翻，被大顺朝推翻了，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了，因为李自成本来也是大明朝的官员，对不对？李自成的军队，他本来就是考好的一些农民军，为什么他可以要造反呢？因为苛捐杂税让这个农民他们活不下去了，然后你要开始裁减各种冗员啊，就大刀阔斧的改革啊，然后呢，他们就变成是说，你这个李自成就没有邮局的邮差的一个业务，那我只能怎么样呢？我只能造反，一个小烛火就可以烧掉整个大明朝，那这个就是这样的由来。所以说，你现在在乌克兰你要苛征万万税的时候，那就代表说你已经在末年了，你已经是没有办法了。说即使现在美国想送核武到乌克兰，这个事情也是有限的。哪怕他放出一个消息说，在2022年的时候有个俄罗斯逃兵啊，说俄罗斯他2分钟就可以进行了那个核打击，这些事情你再去做这些威胁的已经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俄罗斯本来就有核打击能力，他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进行核打击，因为他穿草鞋的不怕你们穿皮鞋的，了不起，地球重新来过，大家一起重新来过。他最差的状况就是这样了，没有更差了，因为它最差是什么？难道是只有俄罗斯失败吗？没有，核武打出来，全地球都全部打掉重练，那文明重新开始，隔2万年，文明重新开始，那对它有差吗？没差，反正你也不让我活下去，那是有差吗？所以说，即使到现在，梅克尔出了新书啊，他写什么？好像说比较自由吧。他其实是说，他在回忆说，当年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乌俄战事就提早开打。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当时我们在打之前就有谈过了。你让他加入北约呢，俄罗斯肯定不可能放过了，因为卧他之半，岂容他人酣睡？
那么这个回忆录起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梅克尔他要的意思就是说，要替这个乌俄之战想画下一个句点。因为我之前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我受到美国压力，我不能说。而现在这个美国当选人他已经要下台了，所以我原来不能说的事情，我现在就可以说。其实他这个也是一个政治动作啊，这个通常我们看起来是比较明显啊，就是梅克尔他只是来做一个政治动作，然后把这个舆论稍微洗一下。而在其他国家，欧洲其他国家方面呢，也包含了英国啊、法国啊，或者是瑞典，他们认为说，我们还是要继续支持乌克兰。为什么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呢？这个就说啊，这是为了什么民主联盟啊，大家必须要互相的相挺之后呢，我们要拒绝俄罗斯的野蛮的入侵。当然不是啊，这很简单的事情是什么呢？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他们都很明白去了解，是说战争打到现在，你已经无力可战了。你已经没有不可能会翻过来了。我现在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资源，我只要说给你，我不发我就没有事了。哪怕给你，也给你一些不大能用的、不大好用的，或者是我多余的啊，我要把我支出降成最低，我利润最大化。那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稀土。因为现在中国管制了稀土，那全世界的稀土就变成炙手可热的东西。当然不是只有中国可以挖到稀土，很多地方都可以挖到稀土。问题还是在于稀土它跟石油一样是不可再生之资源，我们应该严格来讲，它比石油还要珍贵，因为石油我们有替代的能源，比如是说我们还是一样回到稀土手上，我们可以用电池，我们可以用太阳能，我们可以用天然气，我们可以用各种东西去替代这个石油。来去当我们的能源，对不对？但是稀土这个东西，你用完就是用完了，用完就空了，就空了，就没了，知道吗？没了。你要再形成，那可能世界还是得重来一次，慢慢再把人类变成石油，石油再变成，石油再变成他们的其他未来维度的一些矿场。这没办法，你现在稀土就是大家都需要的东西，所以现在我表示给你越多，那么代表你未来要给我越多，对不对？稀土是必要的，所以现在在谈这些事情啊，俄罗斯不可能停手？不可能停手，为什么？因为稀土现在就在俄罗斯脚下，你要停手，那我的利润怎么看？难道我只占那几个州吗？顿内茨克那些、卢甘斯克那些地方吗？没有屁用！那个我要的已经不是这些了。我仗打到这个地步了，我俄罗斯已经损失多少的士兵？我已经付出多少努力？我现在根本就是稳赢的状态了。请问我为什么要现在停战？你给我一个现在停战的理由，理由是什么？所以现在看不到俄罗斯说我们接受谈判。他很少主动说我们现在接受谈判欢迎各方面来斡旋。为什么？因为我打到现在，我最难打的瓶颈，什么红军村啊，什么这些地方，我都已经突破了，绞肉机我也送你2台了，是不是？那我凭什么我现在不打？你乌克兰的老兵都打完了，你北约进来的军队我也把你炸了，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无敌了，无敌最寂寞了，对不对？那么你还跟我谈，那你要问我愿不愿意跟你谈？我跟你拖一天是一天，我拖到基辅都必须要承认。他们半壁江山已经刮给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谈也不迟，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就是像以前过去的那个北宋被那个金人打掉之后，你是南宋，那时候你再谈嘛，我打你半壁江山之后，我再跟你谈啊，行不行？我不着急，因为我实力在我身上，超支在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怎么样，不需要再去跟你斡旋什么，或者再拖延你什么，最好我现在一直往前打，打到你无力反抗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乌克兰现在下修那个所有征兵的年龄，下修到18岁。那18岁啊，其实这个东西，台湾好像20岁吧，我忘了，台湾应该20岁。那你下修到18岁，原因是因为你更年长的这些英勇的乌克兰的同胞啊，他们都大部分都阵亡了。你一阵亡，你要怎么去打呢？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在想是说，那现在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要怎么一释放312，就是我们争取我们可以回本。这个问题就变成很大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即使乌克兰军队也是发射长程飞弹，打到库尔斯克，那这个对俄罗斯来讲，它的损伤是有限的。它7枚发8枚过去，7枚被打下来，1枚命中目标打到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这我就非常怀疑了。你8枚可以打到7枚，这其实8枚全部把你打掉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你要漏掉1枚，而且打到一个没有人伤亡的地方就只有这个器物损坏的地方？那很简单嘛，你打我，你已经造成我实质的损失了。你打到我的机场了，我机场确实不能用了，没人死那是一回事啊。但是我机场确实不能用了，我不能用了，那我现在就很简单，我现在就准备报复。在11月26号的时候，就在前几天的时候。所以说，那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啊，对不对？即使乌克兰那一天，他也去数十个导弹一直不断去发，也没用。对，俄罗斯他说要报复，那就是会报复了。到最后他就很简单，俄罗斯就开始做无人机去打那个乌克兰境内他们一些重要的目标。
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你所以老师一直跟各位讲这个美国想给乌克兰它的核武器，那只是希望把这个事态更升级，把事态升级对于拜登是有利的对民主党是有利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输得太惨了，这一次是让整个共和党完全执政，就是说呢，未来2年的时间基本上共和党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他想干嘛就干嘛，至少台面上是这个样子。那一等2年之后，他们在做其中选举的时候，当然看民主党能不能拿回参众2院或者其中1院，那个时候才能去制衡我们的特朗普老先生。那特朗普老先生那时候是不是还健康，脑袋还清醒？那是真的是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过那个俄罗斯在这个段时间之内过我们在这一周过去他有夺取乌克兰90平方英里的领土事实上也没有很大就是一个阵地战的推进。那乌克兰领土这么大，其实90平方英里其实没有是说非常大了大概就很简单，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那个我说实在那个也没什么用。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说，他一直不断扩大他未来占领之后不需要还的地方。说我一步一步的去占领，一步一步去推进，甚至我不惜在俄罗斯境内找说你只要来从军，那我就免除你的债务一定额度的债务，那1000万卢布吧对，那我就免除你的债务，然后呢你就来前线当兵。他为什么说1年？因为他认为1年之内他这个边界大概就可以盖好，是边防可以做好。那这个时候他们在里面去得到了一些乌克兰的利益那当然就是很多。所以说，乌克兰现在即使他是说在朝俄罗斯去射这些导弹或做什么事情那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哪怕是说他真的击中了些什么，我觉得都是让俄罗斯故意放他进来，然后让他击中的。因为你打我，我就可以还手嘛，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俄罗斯自己也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现在哈萨克斯坦他们的原油它现在也怎么样呢？也经过土耳其去出口。那从目前每年的150万吨可能增加到2000万吨，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它本身也是产油国，但是产油的额度没有这么多，它库藏量很有，但是毕竟它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在，所以说呢，哈萨克斯坦并没有是说像其他国家那么有钱。但是呢，他做好这个油管跟俄罗斯去合作做这个油管的话，那未来他们当然可能会是怎么样呢？应该算是什么？那个小配大，然后呢，未来他可以掌握能源的是更多，但是这也要看俄罗斯有没有跟哈萨克斯坦来去谈妥这件事情比如说他用这个俄罗斯铺设的一个2中管道来去让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原油跟天然气可以赶快出去这些都是要谈的事情了，并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强强联合这个状况是比较有的事情。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最近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个卢布也是变成暴跌的状况在这个11月27号的时候俄罗斯他就有去宣布他的卢布它汇率一度大跌8.5%，这对一个货币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大概1美元兑110卢布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波动，但是这个波动又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在。什么样的争议在呢？第一个就是卢布本来就已经被你们欧美国家所制裁了，卢布现在是一个不流通的货币，因为你在其他国家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些大跌或是外汇的狙击基本上还是以离岸卢布为主。离岸卢布为主，就是说它是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进行汇率上的一个大跌，但是这个事情对俄罗斯的内部会不会有直接性庞大的影响呢？有，但是我相信它这个是有限的，毕竟它这个卢布本来就不能在世界上做汇兑你现在你任何的一个外汇网站上面，你想去买卢布现钞可能可以，但是其他地方其他事情可能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收付款都不行，因为它是被制裁的一个国家。那么在这个模式里面它能不能是说从这个地方让它自己的经济获得稳定的？那我相信俄罗斯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2大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它2大基础，第一个就是粮食，第二个就是能源这个一开始打仗，老师就说俄罗斯也没有输的机会。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有粮食，国民吃得饱；它有原油，它收钱不手软，对不对？我卖油出去，我哪怕你卖了我油再去销售，对不对？变成2手、3手、4手，是不是？那没有差别，你还是要跟我买原油那我这就是有油是不是？所以说我有能源状况之下，我本身的工业不强，但是我有能源，那我还是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你要去狙击它的一个离岸的汇率其实对它的影响是有，但是是有限毕竟还是有限的，因为它不可能像阿根廷一样阿根廷那个是他自己没有能力，所以是说呢，无论如何它就只能暴跌，那个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抵抗的事情。
所以说普丁就说，他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去过度恐慌这件事情，因为所有事情在他们手上都还是有的，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能源一定有人买啊，包含了中国一定会买，对不对？中国一定会买俄罗斯的原油，只是多跟寡价格上的问题。但即使价格再低，那你只要卖出去，你是不是还是有钱收？对不对？那也包含了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它也是有介入伊朗，它那边伊朗跟那个黎巴嫩里面的一些内战啊、内乱之前之事，所以是说它的原油是一定有人买，它的武器也会有人买，只要世界有需要，这些东西就一定会有人买，就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说在这个俄罗斯这个部分啊，当然也有人说俄罗斯现在是鱼死网破哦，他如果是什么都没办法，他会不会就掀起世界性的核战？其实他有能力，但是我觉得他真的要炸，最多就炸在乌克兰的西部。为什么？找个乌克兰西部没有人烟的地方，或是影响度很少的地方，在那边去打一个战术性核武，可能影响就那个方圆30公里以内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第一个，乌克兰的一个土地很大，30公里的方圆内啊，其实它影响程度是有限的啊，扩散也是有限的。但是你在乌西丢了一个战术性核武之后啊，整个北约或者整个欧洲都会震动。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在靠近乌克兰西部，那你就等于你要遭受在这个核武。所以如果俄罗斯他真的打核武的话，那么基本上老师在预测，他要打到乌克兰的西部，哦，打一个敲山震虎，我这边炸下去了，啊，没有人，啊，什么都没有。哦，甚至是炸了一些小没有必要的空城，都要去炸。炸了一次之后，整个北约或是整个欧洲，他们会掀起一个很大的国内的舆论，是有没有必要为了乌克兰，然后让我们陷入到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让我们要去面对到俄罗斯的核武攻击？跟董老师意思吗？因为百姓会想，我为什么要为了乌克兰，让我自己有可能被遭到核打击的事情？因为当时在乌俄之战第1年的时候，就那个普丁就有说过，他只要一颗核弹就可以让法国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然后这个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记得这件事情？哦，的确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事情啊，就变成是说，俄罗斯现在的状况就处于一个比较需要前进，但是呢，大家又开始做大国上的博弈，也包含了美国对他们做的博弈是什么呢？啊，我们就等一下就来看到，啊，就关于经济上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看一下，不然的话，到时候我这个整个断掉，我还不知道。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没什么事哈。今天怎么人比较少呢？啊，感谢各位支持啊，有100多个来支持老师啊，感谢各位。大家可能看有回放就可以了，也可以哈，看直播好看直播回放也都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感谢 David Wang 啊，感谢 Jimmy 啊，感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各位。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不得不去注意到，那特朗普总统啊，他现在就发生了一个他的一个想法，就怎么样呢？要避免大家去美元化，也就是金砖币啊，他要觉得是说你不可以设金砖币，谁去使用去美元化这个模式啊，他就课征100%的关税。这个事情啊，说的很硬，说的很满，但是他是不是能够真的这么做？答案当然是知道，这个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因为他无论去对谁做出100%的关税，那么那个国家只要有办法去回击的话，那么对美国来讲，它又是很大部分的一个国际信用风险的危机，也包含他们自己获得物资的危机。那特朗普会不会跑去找什么小国家啊？比如说那个找南非啊，或者找越南啊，或找泰国啊，或者找那些金砖国家里面的，然后开刀说啊，你们这个都是金砖体系，也就是说你们要试图使用这个金砖币，所以说我就课征你100%的关税。这个他是办不到的，因为金砖也是一体的国家，了不起到时候中国又得放一些力出来，让大家更加的团结在一起，那对去美元化就变成快速而且实质性的动作，那这对美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很高兴的还是一件事，就是特朗普总统他的确知道去美元化的问题是有多大，因为当美元不再是现在的美元的时候，对美国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还是很庆幸这个特朗普总统啊，他还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总统，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严重，而同样的事情在拜登的手上，我们是没有看到他有实质的做法。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他所说的事情他是做不到的，但是他还是有知道这件事情，并且表示要去处理。这个是蛮难的事情啊，这个真的是蛮难的事情。而在同样的事情状况之下，从经济里面我们看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呢？插曲就是看那个优衣库啊，就是 Uniqlo， 他就特别去发表是说他不使用新疆棉这件事情啊。不使用新疆棉这个事情对优衣库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啊，这个有人去调查，老师有得到一些报告啊，优衣库里面的衣服啊，基本上都是化学棉，它没有用到新疆棉，它也不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棉，它全部是化学的东西啊，化学那个我不晓得，反正就是聚乙烯吧，还是什么东西的啊，化学我不是很懂啊，这是意思就是它里面根本就没有天然的棉花。它里面都是化学混纺的东西，那么它不用任何的棉花，它当然也可以说我不使用新疆棉，原则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讲的话其实是合乎道理的，因为它谁的棉花都没用，美国棉也没用，它用的都是一些化学的纤维来去做使用的。好，那这个是他们的说法，当然。这个对于中国来讲，你说不使用新疆棉，那你就是对我抹黑打击。所以说11月28号，也就是前2天的时候啊，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就说，你这散布新疆棉的谣言，好像是我们的强迫劳动哦，这个事情啊是不会得逞啊，讲师都是很硬啊。那实际上新疆有没有强迫劳动呢？还是一句话。没有一个笨蛋，没有一个傻瓜，没有一个低能会去做一个100万的集中营啊！这个连德国都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啊！德国以前在去做那个大建设的时候，现在变烂尾楼哦，真的是。然后他们就没办法去做到100万的战俘，那个一天可以容纳100万的战俘这件事情，100万的那个收容那个集中营的事情啊，其实这个光想都想不到。你要养活100万的人，就等于是半个台北市的人，你每天吃喝拉撒都由政府去养，他每天送菜送饭送爱送水电到你家，然后你在那边去做集中营，来去强迫劳动，来去种棉花。种棉花是什么强迫劳动？你不就种棉花吗？对不对？这个什么好强迫劳动的？而且更有趣的就是，还是有人跟老师坚持说，现在一定有那些强迫劳动的。我说，那你强迫劳动，你很简单啊，你拿卫星去照一下，有多少人是拿了鞭子去挥舞，然后再让那个新疆人去采棉啊？你照出来谁在那边采棉，那不就知道了嘛？对不对？你不能没有人拿鞭子，没有人拿枪，然后就一大堆农夫在那边采棉花、种棉花，你就说人家强迫劳动，当然是强迫劳动啊！谁不是强迫劳动的？我这讲的很有趣。全世界谁不是强迫劳动？我也是强迫劳动。为什么？我要缴房租，我要缴学费，我要缴餐费，我要缴很多很多。我自己也要吃饭，对不对？我吃这么胖，我不用劳动一下吗？对不对？劳动赚了钱，我才能够吃饭嘛。谁不强迫劳动的？每个打工仔都强迫劳动，谁不强迫劳动的？是不是？这个事情也蛮有趣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现在啊，那个整个舆论战现在变得更加的复杂啊。我们在整个世界的环境里面，我们更难去看到是说这个环境到底谁对谁错。但是我们只能做好的事情，还是在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社会性的功能。这个事情啊，其实老师不是乱讲的，我必须跟各位讲一件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各位你知不知道啊？各位你知不知道这次的圣诞节啊，其实最近有一个新闻出来，就是可口可乐这家公司啊，它做每一个圣诞节都是他们的大月嘛，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很好的形象广告。但是这个形象广告呢，在今年呢所做出来的全球 CI 的形象广告，它的所有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真人。全动画，而或者这个动画也不是请绘师去一笔一画的，然后再去勾勒渲染出来的，不是，它全 AI， 好，它是用 AI 去做出来的这些那个形象广告，贵不贵？还是很贵啊，没有说 AI 做完就很便宜，还是很贵。但是呢，很现实的事情是，你拍了一个这个广告啊，这个形象广告，它制作的速度是完胜于过去他们制作一样广告的时间的20%而已。也就是呢，我做一件事情啊，过去要做五件事情才能做到现在一件事情的时间，等于说我现在只要花20%的成本。20%的时间，我就可以有一样的结果，我为什么不去做呢？当然，网络上很多人抵制是说，啊，你这样子不尊重原创啊，什么什么的，我不要 AI 啊，没有生命啊，没有那些感觉啊。但是它推出来之后，即使这些反对声音还有，但是它的销量也的确是有成长的，不会是我推出一个 AI 广告之后，然后大家抵制我，导致我销量变低，也没有。它的广告出来之后，它还是一样。他的收入是变高的，所以老师这次留言里面都会跟不同的人跟各位去讲，就是说你呢一定要去注重 AI 这件事情，让 AI 成为你的工具，让 AI 使用成为你的习惯，那么你就可以达成。像过去老师看到很多在10年前吧，很多的一些贵客跟老师讲啊，可能年纪大了那个时候60几岁，他就说手机的用途就在打电话的、传简讯的。对不对？我根本就不需要智慧型手机，我也年纪也大了，我不需要什么你们讲的什么 Line 啊，什么东西的，我不需要。
对不对？那个我有电脑，我家里有电脑，是不是？我平常叫他给我打电话就好了，打电话跟传简讯是我的最大需求。到最后哪一个不使用智慧型手机的？你只是早拿早享受，晚拿晚享受，晚拿后付款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当这个时代来的时候，你只能习惯它、接受它、包容它，跟成为可以驾驭它的人。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你一定会被取代。为什么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去裁35岁以上的人呢？各位，这个不是只有亚洲的问题，就是你这是在欧美国家，你还是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接受新功能跟新工具的时间变慢了，你还在用驾驶马车的技术去抵抗来自于汽车的袭击。各位，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中国可以发展出比别人快？那是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去接受改变。对不对？他们的大跃进不是只有过去，他们现在还是进行大跃进，只是他们用多一点理性、多一点科学，让他们配合他们自己去破旧立新的想法。但是同样的状况，你放到欧美国家，你根本就不去接受现在时代是已经改变的事情，你不能够接受我们现在不如别人，我们不能够持续保持领先，甚至你连日本的那种师夷之计以制夷的方法都没有，日本都还有明治维新的。对不对？你看过欧美国家哪一个去维新的？他们认为我就是最新，我就是最强，我就是最万能的。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老百姓还是认为欧美的一定比中国强。但是事实上，你真的去调查，老师有很多博士的一些贵客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清楚，中国现在的工业很多东西已经大量的取代了欧美他们必须过去有的一些零组件，甚至一些技术，而且包含他们国外也必须来采购中国的技术。为什么？因为改变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看到一件事，就是改变。改变什么东西呢？马斯克要去改变了美国。为什么要改变美国呢？因为他觉得美国人实在是很没有这个进步的空间。比如说，他需要去改那个五角大厦的电梯系统，被回报说要24个月，但是马斯克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你改一个电梯要24个月，那盖一个五角大厦你才16个月，然后你改个电梯你就要16个月。这合不合理啊？当然合不合理是见仁见智。那老师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马斯克的一个评比，就是说有人骂马斯克，你根本就是个暴君，你根本就是一个无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次马斯克觉得是说他现在的这个机房不够便宜，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所以他召集他的一个部署说，我现在租了另外一个机房现在开始2天之内，我们全部人一起上，包含我在内，我们要把这个机房搬到新的机房去，我要节省成本。那你有下了命令之后下面就有杠精这个很正常杠精是很正常的。下面就说了，老板这做不到，那这个时间至少2周的时间，我们不可能2个礼拜2天可以办到，我们要2个礼拜时间。就马斯克问他，你确定要2周的时间？他说对，没错，我的专业告诉我，你一定要需要2周。马斯克当下就把他开除掉了最后很多的抨击他开除的是很快的，开除掉了。开除掉之后，他事情有没有解决呢？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开除掉那个人之后，包括马斯克自己也跳下去搬。到最后呢，2天就把这个机房从 A 移到 B， 顺利的运行。那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说别人认为你是暴君，别人认为说这个是正常流程要去做的事情，你要去做，你不服你还要开除别人，这是不对的。这个对不对？我们见仁见智不能说他开除人是对的，但实际上人家有魄力做到这件事情。是不是说他到了美国，他觉得我现在已经什么当红炸子鸡了，对不对？我就是李斯，我就赵高，所以是说呢，我就应该去怎么样破旧立新，把事情变得最好。所以说，马斯克转发已故经济学家的名言，就是说，他把14个部位，14个那个美国的部会不是部位，是部会裁减到只剩4个。当然，这个东西让很多美国的公务员胆战心惊。他之前为什么不讲？你讲你就选不上，因为公务员太多了，好吗？所以说现在要砍比如说要砍2兆美元的预算或是砍一些过期没有授权的预算尽量的把这个腐烂的资金全部把它砍掉。你砍别人的这些资金，绝对是正确的。老师不会说马斯克你要做效率部是不错的，是错的，不可能，他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呢，夺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你要别人把嘴巴里面的钱挖出来吐给你，这个事情能够做到的一个事情吗？也包含他点名裁撤消费者金融局，要去松绑金融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这些都会变成什么？都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未来川普可能会引火烧身的一个问题，他最后必须得牺牲掉马斯克。也包含前纽约的 FED 总裁就说你这样子去裁，还包含你的关税要去涨，那么你只会让美国的一个经济更加的困难。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也不是老师一个人看到其实很多人都看到。
川普你想涨关税，这是办不到的事情。那马斯克要去砍这些官员，有办法吗？当然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他裁减的这些单位跟这些部会啊，他还没有上任啊，特朗普还没有上任，所以是说现在引发了一些空气出来。那未来怎么演算，当然就是要看他上来之后会不会真的这么做。但是在我们标题里面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马斯克会不会像过去的一个戊戌六君子里面的康有为？好，我们知道大清朝有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本身做的对不对啊？不晓得各位对这个历史怎么去看啊？你可能在30岁以下你就不了解戊戌变法哦，那个台湾的我说中国可能还记得。哦，那戊戌变法这个事情啊，其实当时啊，那个左领王直隶总督啊，他就有任命了一个叫做荣禄的人哦，他就问过这个康有为，他说啊，以子之大才，将有补时局之是否？意思就是说，现在时局这么差，你有没有办法去帮我们把这个政府改革一下，破旧立新？啊，当时其实清政府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说康有为就回答说，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那变法要怎么变呢？好，那个荣禄就问他说，那变法怎么变呢？哎，你这个我们开国至今200多年了，你要一次变，怎么变得起来呢？对不对？你变不起来啊！你也这个大家都知道，官场啊，真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所以说，我用你可以，我也觉得这是要变法，毕竟我们被打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鸦片战争已经打输了，我一定要变法。那康有为就说，杀几个一品大员啊，大家就会怕，怕了就会照做，大家只是不愿意做，而不是不能做。这个东西，相信各位在戊戌变法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所以说，康有为他唯一见到一次皇帝的，不是像戏剧里面他每一天都跟皇帝去讨论。他其实康有为只面对到光绪皇帝只看过一次，那也是最后一次。所以他就跟光绪皇帝讲是说，大清快要灭亡了。所以说都是这些官员所害的，所以我们必须先把老旧官员先裁掉，不必要的官员裁掉，不必要的衙门裁掉，一些冗员裁掉，裁，对不对？都裁掉了，是怎么样呢？就大清就强了，哎，我们盖新学堂啊，训新兵，然后裁掉这些绿营的将官啊，然后再缩减一下军队，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变得很强？我们要把这个做强做大，我们要有狼性文化，对不对？做到这个东西啊，108天嗝屁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动到别人的蛋糕。很简单，这戊戌变法不是不好，当时的慈禧他也是默认，是说我们可以试看看，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很简单，你一生动到那么多人蛋糕，你有没有把对方去安置好？对不对？你要安置好啊。我们看到汉朝汉朝有推恩令，这么多的王爷，天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但是那么多的王，那你是不是又来一个八王之乱呢？这怎么行呢？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汉朝就使用推恩制啊，你一个一个推下去，每一个人的王爷下面都可以人人是王爷，对不对？那这些王爷他收到推恩令的时候，他说不行啊，这样推下去，我自己的那个蛋糕就变小了，对不对？我领地就变小了，这怎么办法呢？结果被他自己儿子干掉，为什么？因为老子你这样子讲，就是说你的领地不能分我，我也不能当王。你当王可以，为什么我当王不可以？你当王可以，我大哥当王可以，为什么我当王就不行？所以说你把人安置好之后，那么自然有人会去配合你。但是马斯克现在不是，我裁就是裁了，他认为国家跟公司是一样的，我裁就对了。但是特朗普却没有特别去做这个表示，为什么？因为特朗普也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说呢，他就让马斯克去讲，马斯克去尝试，但是能不能够落实，或是落实之后是不是有反弹，那背锅侠一定是马斯克。一定是他去背锅了，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出来就是为了背锅。而且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都有谈到，在美国的一些政部会里面也包含他们所有一些官项目、一些预算或是一些审核、一些标案，任何一切的为什么可以走这么慢？因为他们所有的动作都于法有据。所以说你要去裁这些部会，你要去砍掉这些预算，你必须通过参众两院的立法跟审核，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法律、新的规定，然后大家按照这个规定，该裁的裁，该裁的裁，该停的停，该消的消。但是没办法，因为参众两院不可能通过伊隆马斯克的概念，会通过也是有限。为什么？因为你抢别人蛋糕，你挡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对不对？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现在看到伊隆马斯克所做的这些再强大，再想去做，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未来就越惨，对不对？商鞅怎么走的，李斯怎么走的，就是因为你觉得我可以透过最好的方法来治理国家，那是你觉得好，不是大家都觉得好。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要知道美国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问题，就是你旧有的你砍不掉，你新的又出不来，那么这个事就很难看，对不对？那其他的国家为什么你在变法说是可以的？哦，那比如说你在武则天的时候，他该罢的罢，但是他没有全罢，他还是有留下一部分人，然后来去抚慰，然后来去叫他们效忠，是不是？所以说很多事情就是要去理解，国家要变革，它一定从教育开始做起。你教育教得好了，那你就有民心的基础，有民心的基础，有人民的素质之后，你才能去改变你的国家，而不是你从上面砍下来就一定可以成功。就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之如此之强大，那也是因为几十年的我们扣掉文化大革命90后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到现在足足用了30年的时间，成就于现在的工业最强国之一。对不对？为什么他用了30年的时间啊，培养这些科研的人，培养这些大学生啊，培养这些你发展的空间啊，甚至给你一些很多的画地啊，什么东西吸引外资，这需要多久的时间啊？印度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功？印度跟越南之所以无法成功，是他们没有一开始就着重在教育层面上面。尤其是印度这么多的人，你有这么多的资源，为什么你还是一样到处随地去大便呢？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没有从教育做起，你从教育做起的话，你才有办法成功。但是美国没有，你就想从上面砍掉，我用公式化，我用这些管理的概念啊，我来去做这些事情，可不可以？肯定不行，因为你不是公司，公司你把人砍掉，他另外找工作，但是你把这些人从政府那边砍掉之后，他就变成你的反对者来反对你，甚至你连想做这件事情的状况都没有。不要忘记，很多人是会被暗杀的，包含之前有一个想动联准会的一个总统，他也是被暗杀的，这个事情都不奇怪。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特朗普他一直想要提高这个关税，那这个关税啊，包含了是说对于美国跟加拿大，他们都要提高他的关税啊，这是特朗普所说的啊，要提高那个墨西哥还有那个加拿大的关税，连加拿大都要被提高关税，你看加拿大有没有可怜？他就自认他是美国的一体，所以说他还是被清算了，还是被去涨他的关税，那是未来要涨的，不是现在涨。而这个时候，墨西哥的经济部长啊，他叫厄伯拉特，他就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啊是朝自己脚开枪。为什么呢？因为墨西哥你去防他的移民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去克他的关税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你克他的关税的话，很多东西是在墨西哥的工人所制造出来，而去卖到美国去的，也包含什么东西呢？包含美国一个很受中低阶层的人所使用的车叫做皮卡啊，皮卡就是前面是汽车，然后后面就是变成小货车。好，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可能在美国很适合吧。金老师有跟我解释过，因为他们的距离很远，也不常下雨，所以是说呢，也不会临时下大雨，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去采购的时候就放到皮卡后面，然后呢就这样比较方便去做啊，不会像我们用箱型车或休旅车，他们用皮卡，然后这可以理解。但是美国88%的皮卡车是在墨西哥生产的。如果你今天涨了墨西哥的关税，那么估计每一辆的在美国的皮卡的售价会比现在此时此刻高$3000，$3000，因为你在墨西哥所制造的。当然，它为什么要涨墨西哥呢？当然，因为大陆的电动车啊，比亚迪在墨西哥也推出了首款的油电混合皮卡车，叫做鲨鱼啊 ，Shark。那么，因为毕竟他这个车子啊，他去跟那个什么，跟长城汽车啊，他们一起合作，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现在在墨西哥啊也发了一个 Shark，然后那这个 Shark 也需要能够打入美国市场。那特朗普也是应该会有这样的考量，所以说要对墨西哥做加税。但是加税这是一个很下作的一个，不能算下作，就是下策的一个模式，因为你涨了关税，代表你的百姓要提出更多的钱去买，但是你怎么让百姓有更多钱去买呢？你是不是得让物价涨？物价涨了之后，你薪资涨，你薪资涨的时候，物价再涨，然后薪资又再涨，涨来涨去，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人买，你以后永远都只能成为逆差国。为什么？因为你做出来太贵了，没有人可以买得起。这个懂老师意思吗？美国一直涨税，结果就是美国出产东西没有人买得起，连他美国人自己都买不起。为什么？因为太贵了。因为你要加税，我就得奖薪，不然我就得卖更贵，那这个是恶性循环。说加税永远不可能成功，所有国家很多朝代都是亡于加税的状况，你要怎么去做呢？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当然也包含了拜登他所签的一些晶片的晶片的补贴法案啊，比如说给了英特尔啊、台积电啊、三星啊、格罗方德啊或美光啊这些的这些补助，那是不是没给了他未来也不给？那
未来新的方案是不是也不会再去拨给这些人更多的钱去补贴呢？这个是不知道哦，这个就很难讲，因为特朗普也知道是说晶片啊，这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事情。他在上一任第一任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未来他会不会继续补贴，这抱持一个问号，因为一直花钱但是没有结果，这并不是特朗普所乐见看到的。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地产商，地产商看事情就很简单，我投多少钱我就要多少利。但是研发不是这件事情，研发是你投钱你看不到钱，你一直投你都看不到钱，你一再投，一投二投三投，你投10次，连投10年20年，你也看不到钱的状况是有的，都有的。各位你要去知道，20年前台积电才多少钱？各位懂老师意思吗？那是现在台积电的股票值钱，20年前它并不值钱啊，对不对？所以他花了这么久的时间，还建构起他这样子的晶片王国，20年前呢还是英特尔的天下。对不对？说到现在为止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啊，现在在依照华盛顿啊，无论是拜登政府或是未来的特朗普政府，他会限制更多向中国所销售的半导体设备、人工记忆晶片这些措施啊，也包含中国的一些贸易商进入了黑名单，禁止美国供货商向他们供货。这些事情啊，都容易造成美国未来会去把中国逼到它更快加速的把它自己7奈米的 DUV 或他们自己可出产的光刻机。那做得更精良，因为他们只需要时间，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空间，只要有不能输的一个威胁在，他们就会做得好。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态。但在这个里面啊，其实有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日本啊，他们半导体的一个制造啊，其实是大增的哈。比如说2024年的10月份，日本制造的晶片设备啊，它的销售额为3856.76亿日元，那是比2023年同月是增加了33.4%。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在于日本本身能够做的事情还是有限啊。你中国未来它只要把它的设备的问题给它克服掉，现在克服一半了，它如果把它克服掉之后，日本现在所投入的东西跟享有的这些利润，你可能都保不住了，因为中国拿到的技术可以生产的商用化的大部分的产业都会变成烂大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中国自己先把自己人卷死，然后再卷死外面的人，他不会给别人留下任何利润的空间，就是抢市场这个是跟那个三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三星他们的销售就是生鱼片理论嘛，第一卖出来的，我抢先登出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那个折叠机，那也是三星先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就产到一个生鱼片理论，你越卖到后面，你越没有价格，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而在这个东西啊，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是说，在中国本身自己也不是很和平啊。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先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川普说预期怎么开始下滑，明天开始下滑，2025年开始下滑了哈，2025年开始下滑了。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增加许多不受国会管制的单位要裁撤的这些，你裁不掉，因为它是由国会去同意产生的这些东西，你是没有经过国会同意，你是裁不掉的。所以说各位可能真的是不要误会这件事情，不是说我反对伊隆马斯克，没有，他是一个好人，虽然我不用他的 Twitter， 我不用他的 X， 但是还是一样，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他管理的公司都是很成功的公司真的按照他的模式来讲，美国可以很强很大，但是问题是他违法，他的一个效率部是没有经过美国的参众两院会同意的一个未来的部会，而这个部会有什么样的权利，现在你都没有审议过。而且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效率部到最后他的权力也受限的很大，为什么？因为参众两院的议员不可能同意让你变成可以到处去裁员的单位，不然的话，他们自己在政府里面的一些雇员内应，还有选票，还有一些官官相护的关系，你就过不了。谁的头上不是一把刀，谁的背后没有一座山，对不对？你都得去顾及的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劳动部，对不对？这个事情能够善了吗？我告诉你。这我们现在劳动部事情也善了不了，包含台北市政府劳动部也是一样，那都是劳工局也是一样，很多事情你扯到公务员你就善了不了，对不对？在台湾，在我们中华民国，我老师敢说一句事实虽然各位可能不是很同意老师这个看法，但是在中华民国，在我们台湾这块领土里面，真的能够把公务员改革好的，只有一个总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个人叫做陈水扁。这个东西啊，我相信35岁以上到4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体会到，在陈水扁去改革公务员的体制之前开玩笑，那公务员简直是什么，跟瓜牛跟树懒一样，那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傲慢的跟什么一样？陈水扁上台之后，把公务员的态度革新，我们才有看到现在愿意会过劳死的公务员，以前哪有啊？开玩笑，你还没有下班，他就先下班了，对不对？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各位真的很多公务单位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真的是一个像刚才我们粉丝朋友讲到了，很多都是不必要的国会，对不对？不必要的单位，我告诉你，老国民党下来很多政府单位都是不必要的单位，很多公务员都是垃圾，不是说每一个啦，真的是态度真的极差的无比。我老师讲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案例，我讲给你听。老师有个贵客啊，有个贵客，他家里有点困难，有一天他的一个老兵爷爷死掉了，那他是一个小孩，没办法，他就按照流程哦，我讲是按照流程哦，向他们的那个农民处去申请丧葬补助啊，这个是合法合规的。好，按照来讲，他们要给他一笔钱，让这个老兵可以妥善的下葬。但是这个贵客他去农民处那边，农民处就跟他讲。很遗憾，你爷爷已经往生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太多事要办了，2个月以后你再来跟我申请丧葬补助，2个月，我他妈人死了，你他妈叫我等2个月，对还不对啊？是不是？所以老师教他怎么做了，很简单，写总统信箱发过去，说我老兵为国奉献到现在，然后呢，你们给我这样干，你要我活不要我活啊？后来写给谁了？我记得那时候写给马英九。写完3天之后钱下来了，还请他去拍照证实我钱已经交出去了。公务员就是这样搞，但那个陈水扁已经下台了，但是他们建立起这个管道，那这是扁规马随嘛，很多事情是这样管得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美国也有，但是你改不掉这改不掉，你要从下面开始改起。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啊，你看到说很多公务员现在很辛苦啊，这也是交往过正其实。公务人员还是应该比照劳工啊，你该上班，该下班，你自己不能成表率，你就不要让别人成为你规范的范围之内这个也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人家的3年寒窗、5年寒窗的考上公务员，然后被你逼走，这也不合适政府要稳定，铁打的首长铁打的部员，流水的首长，你首长可以换，但是你雇员要稳定啊，你不能让雇员不稳定啊，对不对？这是不行的，好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了，包含中国有些变化，包含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个海军上将苗华被停职，至于什么状况呢？其实这个很难说，毕竟苗华他本身是习近平所带领出来的一个海军上将那他本来可以退休的，但是呢，他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当然，习近平会把他盖上黑头套，然后让他手去绑了一个手铐带出来，十之八九他大概也是通敌了通美之类的，所以说他大概也是有这个情资的问题，所以他被抓走。所以习近平现在中国他们自己的内部还在整理所以说这个也是好消息，毕竟你的内部问题越多，你打台湾速度就越慢嘛，对不对？海军上将，对不对？你跟台湾有关系，小心一点比较好。他是一个闽江新军的一员就习近平的嫡系子孙，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所以再怎么提拔起来，你该杀还是得杀。你要说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呢？至少人家愿意去改革了，把你的贪官污吏拔掉。我觉得该怎么说呢？这个有时候也挺令人羡慕的那贪官污吏他们自己可以管理掉，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事情了。你说在其他国家能不能？我觉得很难我真的觉得很难。台湾很多事情不能再讲了就会出事。所以说呢，各位不要想看这个事情，老师是被政府已经暗中刁了很多次查我的一些什么事情一笔一笔查出来，但是因为我的合法是没什么事，但是老师是有受到一些很大的一些上面的压力不是老师在碍眼，是老师受到压力真的是很大这个明里暗里的，其实真的是有了没办法，我不能讲，我不能讲谁弄我，他说他不是那你拿他办法嘛？官逼民的我也只能认了那真的是没办法，只能靠各位支持，好吧？各位支持老师才能继续的走下去，不然的话真的是被他们弄得真的很痛苦。所以说回到这边来讲，我们看到是说中国现在自己的经济其实也在做了盘整但是各位还是一样中国的经济它现在卡到是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你外面没有更好的一个能源进来，但是里面你的自己的就业能力也无法去消化，所以是说在中国老师也看到在抖音上很多人就说，我大学毕业为什么我只能做到2000、3000、4000，甚至没有钱都有人愿意去干的一个工作呢？其实老师还是回到一点无论是在台湾，无论是在中国，无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上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老板赚钱。你的价值有多少，不是取决于你念多少书，而是说你念多少书，你身上的技术能为老板赚多少钱我说为什么我要当别人牛马呢？因为你上班就是成为人家的牛马。老师就一直去砥砺自己批流年技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收到的是有用的流年，是更好的流年。所以说各位可以去每一年可以少我一碗饭吃，
是不是？这是我要为大家去牛马的事情，我要为大家创造价值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很多人来问老师说，老师拼命这个事情为什么讲话那么直？我要直，因为我不能骗你，我不能哄你，因为你花钱来找我，我就要对你负责，我只能讲我看到的事情，你可以不喜欢，但是我不能对不起你。那后来应验了，那你也不用感谢我，因为你花钱请我的，我就要提供你我的价值。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你现在的中国很多人他还没有去转换过来，就是说你自己要去得到你这样的收入状况之下，你要确定我可以为公司赚多少钱，而不是说我劳苦功高为公司去奉献多久，公司哪里来就是为了赚钱的，你就是公司的工具。我去上班我也是公司的工具，老师以前开车去送货我也是公司的工具，对不对？我既然是公司的工具，那我就负责为公司赚钱，我只要赚了钱，我比公司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效益，公司就不会开除我。那如果你觉得我为什么要为你赚那么多钱，那你自己出来开一间，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跟各位讲你要社会性技能？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经济就是，我有很多专业知识，但是我专业知识生不了钱。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专业知识收不了钱。比如说一个国家，它要有一个很长久的发展，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各位你知道吗？是经济吗？是工业吗？还是说财政？还是什么状况呢？还是政治专业？都不是。一个国家它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智慧，跟让它可以长期的完成一个统一的状态，或是强大的状态，它靠的是哲学。哲学的思想才能够让这个国家迈向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境界。所以是说，秦始皇他是一个很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思想就是要书同文，车同轨，对不对？你要人同言，是不是？我们都一样，那么我们才能够妥善管理。这个就不是你要透制度去做的事情而已，它是一个经营国家的一个哲学。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它是一个哲学，它不是一个法术，是法家的天下。法家只是他的棋子之一，他的一个手段之一。但是秦始皇他做的事情是一个哲学，一个政治哲学。我有一个理想，我为什么让百姓过得好？我怎么样让百姓过得更好？我要怎么样让国家可以一直统一下去？他靠的是一个政治的哲学。但是同样的事情，哲学在社会上你能够干什么？啥都干不了，你连碗饭都吃都换不出来。你在直播上面用哲学直播卖货吗？不行。你讲哲学做 YouTube 有人看吗？没有。对不对？没办法，是不是？所以说当你没有办法创造产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是说我到底是不是被社会不公平的对待，而是你的人没有放到对的位置上，那你就得是说我学这个事情，我能够创造什么样，替老板创造什么收益，我替我的百姓创造什么收益，我替我贵客创造什么收益，对，是有办法的人。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你说了说老师我玩电竞，我现在喜欢玩电竞，他未来能不能从这一方面发展？那么你把电竞变成工作，每天达到多少 KPI？每天达到多少的一个人头，没拿到他就可以处罚他。我告诉你，10之8九他不玩了。为什么？因为要考试，你今天的杀是多少？你今天跑位几秒之中，对，没有就处罚你。我告诉你，这种强化法，保证他完全都不想玩游戏。但是你这样处罚他，以后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因为什么事情都要受罚，也不对。好，所以说很多事情是在于是说，中国面临到这个状况，它的经济面临到一个瓶颈，就是因为百姓的思想没有转过来，过去一直把它用在研发跟发展上面，高速发展，那后面你没办法，那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面临的几年的时间，它才会慢慢的变强大，至少3到5年的时间。说在这3到5年的时间，谁掌握了生活性技能，谁能够快速的去使用 AI 的工具，那么他就可以在未来长治久安，至少30年的时间。对不对？像老师有个朋友来问老师说，老师我老公被裁员了，32岁，老师还不到你35岁，32岁被裁员了，他找工作找了1年都没找到，他就算应征那样子的卖场推销员都没人要用他，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你还有钱，你还没有20状况之下，你为什么不叫你老公去当学冷气装配工呢？你为什么不去做水电呢？他说他老公没兴趣，不是你兴趣的问题了。我告诉你，谁打工是为了兴趣啊？打工不是为了兴趣，是为了长治久安。30几岁做那个危不危险了？刀口上舔血的事情最好赚。所以说很多事情是在于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对社会有没有用，有用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去做，好吗？所以现在中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比较难的，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也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革空间，比如说现在华为所做出来的 Mate 70。它也包含了一个什么？也除了它的性能跟续航提升之外，它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 AI 功能。比如说，老师最近去中国去出差的时候，我也买了一个智能耳机，也买了一个给金老师。那这个是为了什么？要去习惯使用 AI 的东西。这个 AI 的耳机它其实功能也没那么多强大啊，我买回来之后也就还好，不要打广告了，反正它就是个 AI 耳机。
那它就是可以让你是说即时翻译哦，听别人讲外文，我这个手机就变成中文，我讲中文，然后那个手机上面直接出现外文，我想翻译的任何文章，总共20几国语言都可以做到的事情，甚至还可以帮助语言笔记或者各种状况都可以去做，甚至还有内建的语言模型哦，类似中国版的 ChatGPT 一样，直接讲它直接帮我解答。哦，这个事情在我的耳机里面的附带的东西就可以做到。那华为它现在推出来的事情还包含了卫星协寻的一个协护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啊，它最主要是这个 Mate 其实它还是一个过渡型的产品，就是让各位慢慢去习惯 AI 的功能。那这个越推越广，那你没有先习惯 AI 的时候，你拿这个手机它也是一个废砖头，因为你还是只能拿来传微信，那个屁用，那没有用。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华为它推出来的车子，哦，它现在推出来的最新的叫做尊界 S800。这个东西就厉害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S800啊，据说了，因为现在还没有出来，它的定价是在100万人民币到150万人民币，哦，不是100万台币哦，是100万人民币到150万人民币之间。哦，它最大的空间是什么呢？就是智能驾驶，而且它的规格很高，知道比肩什么？比肩那个，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凯迪拉克还是什么东西？迈巴赫还是凯迪拉克？忘记了。反正它就是要提高迈巴赫，提高迈巴赫跟劳斯莱斯的这个豪车地位。那它的智慧驾车到什么等级呢？到现在已经到最高的哦，到 LV3的智能驾驶等级，就是完全已经算是自动驾驶很高的了。现在目前为止啊，好那个特斯拉它的自动驾驶也到 LV2，就第2等级的。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各位可能不大记得，就是0级的自动驾驶呢，就是完全人嘛。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你有地处巡航，地处巡航跟地处巡航为主了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老宾士啊，或者 BMW、奥迪啊，都有地处巡航。好，这个东西就是还是需要人去驾驶。那像特斯拉现在呢，就是你手必须放在方向盘上面啊，你来去做人为的辅助驾驶啊，就是说它帮你设定，但是你手不能离开。在 LV3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它就已经有能力去辨识环境啊，而且呢，你要去介入它也可以，不介入它也可以，就是你已经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坐在那边等它开了。很多人说现在特斯拉也可以啊，特斯拉可以是可以，但是它规定上原则上它还是 LV2啊，它还是需要手去握。有些人就买一个假手去握在上面，那这个也是有这件事情。但是主要还是在于是说，中国如果有 LV3的一个智能驾驶的实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它珠海航展的那一些机械狗跟无人机这些事情就不是普通的威胁了。各位老师要讲的事情不是中国的车子有多厉害，而是它车子可以做到自动驾驶的时候，难道那些无人的机械狗，还有这些无人机的这些飞行驾驶，它不能够自己判断跟去作战吗？各位，重点是在这里。当机械狗你要人去踹它、踢它，或是要去攻击它，你都没办法让这机械狗轻易的倒下的状况之下，如果把它配备成这种已经可以判断环境，然后它也可以自动的去行走，不需要人去操控的时候，那么它就真的会变成 Terminator 一样，就是那个阿诺·施瓦辛格拍的那个毁灭者啊、终结者一样，它就可以自动的去扫荡战场。那个是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珠海航展里面很多东西是让人闻之色变的强大，就连美国的这些印太司令都觉得，天哪，这个东西我们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血流成河的战场啊，把它剿灭掉，这个状况是基本上是很难达成的。就是因为可以看到是说中国的航天武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如果哪一天啊，过去我们看到之前的歼6，他们要做成这个无人驾驶，但它还需要自动驾驶的飞行员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去做安全驾驶。那么有一天，他们的其他的歼6、歼7、歼8、歼9、歼10，对不对？都变成无人驾驶、自动攻击、自动扫荡的时候，那么请问一下，它的威力是有多大？加上还有到2030年以前，北斗卫星还在更新2个层级。2029年、2030年都会开始更新北斗系统网络卫星。这个东西啊，老师在估计啊，它就有可能通过网络来，通过北斗卫星的网络来让地面上的百姓可以使用 Internet 的服务，可以使用网际网络的服务。好，这个东西就变成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说它不只可以打电话，而在各地方它都可以使用网络的时候，那么它在世界各地所使用的战争兵器都可以完全使用到无人化了。因为我卫星提供你网络的时候，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你不会被截收，而且我可以无时无刻去操纵你。那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可怕了，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特斯拉的能源线圈，变成就是说你从卫星里面给它充电，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各位不要想着老师讲的天方夜谭，记得老师推背图所讲的，未来中国是有 AI 的所取代去管理的，
这个事情肯定会发生，好吗？好，不好意思，跟各位多借了不借了十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后面就讲到了这个，本来讲到的是伊朗的问题，然后不过他本来好像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那就我们这次先不讲，我们看有空再去给各位去做补课。那最后老师还是要讲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榴莲批算服务啊，已经开始报名了，12月10号开始交案，按照顺序而交案，这次交案绝对会及时。那因为老师写了一个程式来提醒老师，我哪一个还没算好。哪个说的不够完整啊？这个已经做好的事情。而12月10号我们也会开始接受各位报名我们点灯服务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好吗？好，我看各位什么问题中国没有公务员、事业单位很多大家，现在当然是哪里都是一样哪里都一样。中国下调高耗的行业的出口退税，这个我不是很能够去理解这个老师要做一下功课，我知道就知道，我不知道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好吗？大讯是不是大讯飞讯飞的我知道讯飞我知道，科大讯飞我知道科大讯飞那个耳机太贵了。没有，它最主要是翻译功能，所以说我用不到那么好的翻译功能。我有人体翻译机，所以我不怕金老师快点来，老婆过来救我，他就帮我变成我的翻译了，好吗？那没什么问题。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停战这件事情，其实它都是一个虚假的博弈，因为这两边他们都有各怀鬼胎，大家都希望停战，然后来去重整他们的军备要去偃旗息鼓，然后后面要准备下一轮的决战。就说他所谓的停火协议根本就只是一个虚假的协议，因为随时随地他们可能今天早上停火，可能2天之后还没有打起来，然后又说这只是一场误会，因为两边都在想办法去找出对自己更有利的时机来打对方的7寸。而有人说，但是巴勒斯坦可能在川普上来之后，巴勒斯坦会成为历史，这件事情穆斯林国家是不可能接受的。你要加上完全被以色列所占领，那这个伊朗可能不会接受。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伊朗它已经增加了，我记得我的笔记那边有写过，它要增加6000台浓缩铀的离心机，意思就是它大量制造成核武。你今天如果加沙走廊被这个以色列人占领的状况之下，他去丢几个战术性核武，我告诉你，对伊朗没有损失。为什么？因为本来就不是他的。是不是本来就不是他的？但是我可以打到你们这些以色列人，那我为什么不去做这些事情呢？所以说，即使停火生效3天了，以色列的一个坦克还是进入边境的村庄告诉这些居民，你没有通知你不可以回家，停战是停战，但是呢，我没有要结束战争，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也包含法国的法家湾要豁免纳坦雅胡的这个战争罪，所以说这个停火协议怎么输怎么打，目前来看这是巴勒斯坦不利，但是他说不利就不利吗？也有可能他在后面在准备去联合其他的穆斯林兄弟要去干什么事情，这个很难去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以色列他还是持续的去攻击加沙走廊，而且它造成4.4万人44000人的伤亡，而这里面70%不是军人，不是民兵，都是女人跟小孩，这个就是他们上帝的教诲嘛？上帝肯定没有教他们这件事情。老师还是引用了上个礼拜我们的俄罗斯的作家所讲的一件事：你不要告诉我你信仰什么，用你的行为来彰显你信仰什么。从这场战争里面，我看不到双方，尤其是以色列，你信仰的神到底有多伟大？你的信仰真的如你想的这般的崇高吗？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我还不知道我直播到底结束了没结束了，大家晚安。